嗨，各位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呀！欢迎收看我们哥多时刻游戏挑战的平台跳跃游戏的最新一期。这一期我们要实现的是第3关里边的障碍物啊。那么在这一关里面，我们参考原作者他所提供的素材，在这一关里面呢，他提供了一个石头人的这样一个陷阱。这个石头人呢，当我们玩家触碰到它的时候啊，当它落下来的时候，如果我们玩家触碰到它，那它会把我们玩家所控制的角色压扁。那现在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关卡的一个基本的结构已经实现出来了。现在我们要实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基础的石头人的效果。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的实现它。在资源里面能够找到我们当前这个对象啊，在所有的机关里面我们能看到这个石头脑袋啊，是这个。我们可以创建一个新的场景。这个新的场景创建在我们机关文件夹下，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做石头脑袋。这个石头脑袋打开它，那么依然是需要一个精灵节点啊来显示我们当前的纹理。先给它一个 idle 图片，之后呢，因为它有若干个不同的动画，因此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个相对复杂一点的 animation player 节点来实现它的动画效果。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添加动画效果，分别是一个 idle 动作啊，这个 idle 动作只有1帧啊，所以我们这个 idle 动作就不创建了啊，只创建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有4帧啊，我们给这个位置加上10帧，这个位置替换进来，它有4帧啊，一行有4帧，我们给它选择一行4帧，0、1、2、3，总共有4帧。看一下啊，是一个缓缓的睁开眼睛的效果。接着再创建4个方向的 hit 动画。那这里呢，我们就快速的创建了，新建一个 BOTTOM hit， 这是一个向下的一个伤害动画啊。我们把这个纹理拖过来，依然是4帧的一个动画，之后添加上1、2、3、4帧。那发现其他3个方向的啊也都类似，只是替换了一下纹理而已。所以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复制来实现。OK， 上下左右就都设置完了。我们需要让它在场景里面可以移动。我们这个示例图里边能够看到啊，它在关卡里面有这种左右移动的，也有这种上下移动的，当然呢还有这种上下左右循环移动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可以简单一点的设置啊，它是一个循环的移动方式。所以我们可以定义一个，给它一个脚本吧。这个脚本我们改变一下它的类型，让它呢是一个 Corrected Body 2D 类型啊，在这个里面继承自 Corrected Body 2D 类型。我们现在来思考一下如何实现。那这里我也分享一下老李我的实现思路啊。我希望能够有一个地方，比如说在检查器里面，我们可以很方便的去设置每一个石头脑袋啊，它所对应的移动的策略。那这样呢，我们就需要公开一个变量，在这个变量里面可以设置它的移动策略。比如说这个数组啊，如果里面我们添着左和右，那它就会先向左移动，再向右移动，循环往复。如果这个数组里面添的是上下左右，那它就会上下左右的循环往复的这样一个转圈的移动。那么实现这样一个效果，我们就可以提供一个数组。这个数组呢，我们就叫 moves 吧，或者叫做 move actions 啊，是一个记录2维向量的数组。再往下来看。我们还需要一个变量，这个变量也是可以调整的。那么当前我们这个对象它的移动速度，我们默认的可以给它一个200的速度。之后呢，我们就要看啊，当前它移动的 index 的一个索引啊，代表它是数组里面的第几个数据。我们来试一下啊，如何去设置它啊。先来看，在整个这个场景开始的时候 ，ready 里边，我就要给它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说，我当前是处在一个 idle 的动画的状态下，当这个 idle 结束之后，我要移动啊。当我移动结束之后呢，我要播放这个 hit 动画。那什么时候我这个移动会结束呢？当我和其他东西发生了碰撞的时候。因此呢，我们这里需要在物理帧里面判断一下，我当前是否产生了碰撞。我们可以给它一个速度，让它移动。用这个方法让它移动，它移动的方式就是选择当前移动的方向，这个方向是一个2维的向量，那么它是通过获取我们上面说的这个数组里面的第 index 个元素，代表它当前的移动方向，我们给它赋值啊，就是它当前所移动的方向
并且别忘了给它进行归一化的操作，以及在原来它的基础上乘一个我们速度和单位的时间。没错，这样呢我们就让它移动了。那好，我们来到这个场景里面这个场景3来看一下我们是否能够实现这个移动的效果。现在有一个叹号，叹号的原因是因为一个 collision body 2D 节点它需要一个 collision， 需要一个形状，那我们可以直接给它提供一个形状。好的，有了这个形状之后，回到这个关卡里面，把它拖到我们认为合适的地方，可以多摆放几个这几个是不一样的。设置一下第一个元素，我们只设置它给它一个方向，分别是向左移动和向右移动。向左应该是 x-1， 向右的 x+1两个元素。其他的我们先不动，看一下它在游戏里面能否移动。好，现在它报错的原因是当前无法在这个里面找到元素，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判断一下，如果这个数组它为空的话，那我直接返回。我们可以让它直接返回，再来运行一下，它确实会移动过去，但是呢它没有到这个墙的位置就停下，这个是为什么呢？我们关掉它，来看一下当前这个对象，我们希望它占一个单独的 collision 层，我们可以给它一个第4层。同时呢它对第2层感兴趣，第2层是我们场景的 till 就是我们这个墙面吧，它所在的层，对不对？回到我们玩家控制的角色这个位置，让我们玩家控制的角色它对第4层也感兴趣，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场景里面，当它触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它就停下了。那回到我们代码里面，继续来按照这个思路来编写我们的代码。那在这个位置，当它移动过来的时候，那这个移动的动作我们是处理好了的。但是什么时候我知道它碰到了东西呢？可以看到这个方法，它返回的是一个对象。那么在这个对象里边，我们能够获取到我当前所发生碰撞的方向。所以在这个地方，当我发生碰撞的时候，我可以用一个变量把这个碰撞给它获取到。如果这个碰撞是存在的，那么我让它处理一下，我们可以写一个处理这个碰撞的方法，把这个 collision 传进来。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打印一下，打印什么呢？我们现在其实最需要的就是我当前这个碰撞它的来源，它从哪一个方向来的。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collision 来获取到它的从这个 get normal 就可以获取到它所来源的这个向量我们可以试一下在游戏里面能否获取到。运行，端发生冲撞之后，这个地方在持续的打印10，呢是 x 轴，left 代表-10然后 right 代表10。那么这个说明我当前这个对象它的右侧方向发生了一个碰撞靶线的方向和我们实际发生碰撞的方向是相反的。我们这里看到是一个右单位的向量，但是在游戏里面发生碰撞的是我当前这个对象的左侧。OK， 不管怎么样，我们拿到了这个数据，好，可以进行相应的处理，回到这个石头位置。在这个地方当我发生了碰撞，我处理这个碰撞的时候，我可以让它产生一个动画。这个动画呢，我们可以这样来写，是一个 hit 动作这个 hit 呢，我们需要给它一个方向我们拿着这个方向，如果这个方向是我们的左侧，我们复制几份吧。LF 是右侧，以及是我们的上 top 和是我们的下。上下左右4个方向，那我让它播放对应的动画。如果是左，那我让它播放右侧的这个受伤动画；如果是右，则播放左侧的这个。那么上下是不是也需要对调呢？一起来看一下，需要调用一下这个 hit 方法，把这个 collision get normal 传进来，运行它，咚。但是呢，因为它一直处在这个效果，一直在调用，因此呢，它一直是在咚咚咚咚咚。那我们借这个机会，也可以去测试一下其他的效果，比如我们第2个石头，这个场景里面的第2块石头，我希望它向上移动，之后向下移动，那我可以给它一个 y 方向上的负值，再给它 y 方向上的一个正值，这样呢，我们来运行，它会先上去咚一下就可以了，对不对？那所以当它播放这个动画的同时，它回归到它的 idle 动作，调用一下它这个闲置方法。这个所谓的闲置方法只需要播放一个动画，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眨眼的效果。之后呢，用一个额外的关键字，当这个眨眼的效果播放完毕，
animation finished， 播放完毕啊，我们就切换到下一个状态，调用它的 move 方法。这个 move 方法，那么这个 move 方法就比较有意思了。我们要获取它当前的 move 的状态啊，我们设置这个 move 这个地方，应该是这样，用把它变成一个全局的变量，把这个方向变成一个全局的变量。之后呢，我们在这些地方要用到它，对不对？它默认的是一个0了，指定是一个0向量，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让它获取到这个向量，给它赋值啊，赋值就是我要它是当前的 move index 啊，是从我们这个 move 方向里边获取第 move index 号元素，给这个方向赋值。那么在这个 idle 动作里面，我也需要给这个方向赋值啊，给它重新赋值成我们刚才说的 0啊，让它停止运动。那这样让它有一个方向，再把这个 move index 给它改一下，那么它等于 move index 加1。如果我们这个 move index 小于这个 move actions 的尺寸减1，也就是说它不是最后一个元素啊，否则的话它为0，以此来循环往复，那么移动的效果我们就实现了。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 move 给它打开，在 idle 的时候，让在它 ready 的时候，我们让它调用 idle， 先从闲置切换到移动，再从移动切换到 hit 啊，3个状态来回之间切换，循环往复。好，那我们现在到游戏里去实际的看一下。报错的原因是因为我当前在移动这个位置啊，我没有办法找到第 n 个元素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给它一个判断它为空的操作。如果它为空，我们让它 return。运行新游戏，到这个位置回来，再回去，循环往复。但是呢，这里出现了一个新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它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它并没有播放我们想播放的动画，为什么呢？看一下，